2018年5月13日早上6点左右，发现了一起可怕的案件，地点在日本三重县铃鹿市的一个住宅区停车场。在一辆面包车的后座上，发现了一名年轻男子的尸体，情况悲惨。死者是25岁的横山垃圾，他的脖子被一根超过3英尺长的电线紧紧勒住，令人十分痛心。在他左眼上方的脸上有打斗的痕迹。值得注意的是，这辆面包车是死者自己的，车门是解锁的，钥匙仍插在点火器上。法医报告确认死因是窒息导致的勒死。警方迅速得出结论，这并不是一次随机事故，而是故意谋杀。尽管垃圾的外表有些粗犷，且从事通常与粗暴人士相关的房屋拆除工作，但他因其异常善良的性格而受到大家的喜爱。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对这位年轻人的不可思议的善良感到惊讶。案件的一个悲惨细节是，发现尸体的人是死者的继子，他也是垃圾初中时的同班同学。提到垃圾时，继子在他们的中学时期感到有些尴尬。他们曾是亲密的朋友，他常常邀请垃圾到家里。当时他从未想过他们的关系会在未来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到2015年，当他们都进入20岁时，他经常带垃圾去他母亲藤子的酒吧里一起喝酒，支持他的生意，增进感情。通过这些互动，藤子逐渐对垃圾产生了特别的感情，常常给予他细心的关注和照顾。凭借他活泼、开朗的个性和自然的魅力，藤子迅速赢得了年轻人的爱慕。不久，他们发展出深厚的浪漫关系，几个月后便决定结婚，尽管家人有反对意见。为了为他们的婚后生活创造一个舒适的家，垃圾毫不犹豫地买了新房子。虽然藤子之前经历过几次失败的婚姻，但这次似乎不同。这对夫妻彼此深深爱着对方，他们一起旅行，在家放松，总是在公共场合手牵手。看到他们脸上显而易见的幸福，儿子虽然最初对这段关系感到不适，但逐渐接受了他母亲与老朋友的婚姻。至少在外表上，他们的家庭在任何情况下都散发着温暖和幸福。在深入调查案件时，执法部门注意到了藤子对事件的叙述。根据他的说法，在13日凌晨1点后，垃圾下班后到他的小酒吧喝了几杯。大约在凌晨4点，他先回家休息。早上5点 ，Ricky 打电话说他快到家了，但在那通电话后，他再也无法联系到他，尽管尝试了几次。担心这种异常情况， Fujiko 打电话给和父亲同住的儿子，请他去看看 Ricky。 悲剧发生在清晨6点钟， Fujiko 接到了关于 Ricky 去世的噩耗，这让他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感到完全崩溃。Fujiko 的举动不仅让人深感同情，也引发了人们对他在巨大的悲痛中仍然保持冷静的钦佩。在 Ricky 的守灵和葬礼上， Fujiko 憔悴的身影和低垂的头颅深深触动了在场所有人的心。他苍白的皮肤，因哭泣而红肿的眼睛，偶尔停顿，似乎努力想要恢复镇定，但片刻后，泪水又会止不住地流淌下来。尽管大家都试图安慰他，提醒他生活还要继续，但 Fujiko 似乎无法控制因过度痛苦而颤抖的身体。他的反应让在场的亲友们都感到哽咽，以及深切的同情。在 Ricky 的葬礼前后几天， Fujiko 的悲痛与孤独的表情深深印在所有目睹者的心中，令人心痛。那位沉浸在失去痛苦中的中年女性的形象，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与此同时， Ricky 的悲惨去世迅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许多文章和报道覆盖了这一令人心碎的事件。在情感的风暴和媒体的强烈关注中， Fujiko 展现出令人钦佩的品质。他压抑着骨髓深处的痛苦，冷静地起草并发布了一封致媒体的公开信。作为受害者的妻子，突如其来的失去亲人让人感到意外，整个家庭都感受到巨大的悲痛。现在我们只想怀念逝者，静静地向他告别。
因此，请不要拍照等行为，以免给家人带来困扰。谢谢。此外，我请求记者遵守相关原则，自我克制，负责任的报道。通过这一举动，大家可以看到，尽管承受着难以言喻的痛苦，藤子仍然优先考虑逝者的尊严与尊重。她希望确保丈夫能够安静离去，不被闪光灯或媒体的干扰所打扰。除了悲伤的表现，藤子也流露出对夺去丈夫生命的人的深深愤怒。在一次难忘的采访中，当记者询问她对仍在逃的凶手的感受时，藤子只能低下头，声音哽咽：“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她脸上的痛苦显而易见。记者继续深入探寻她对凶手的复杂想法，无法掩饰她的愤怒。她简短而情绪激动地回答：“我恨他，我想杀了他。”经过2个月的积极调查，这起案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警方逮捕了2名主要嫌疑人，但令整个社区震惊的是他们的身份。发誓要为丈夫复仇的女人藤子是这2名嫌疑人之一。另一名嫌疑人被确认是神山新藏，一名29岁的普通公司职员。进一步的调查揭示了一个震惊的真相：新藏是藤子的秘密情人，他们的关系在年初开始。尽管他们相差16岁，这一发现让所有目睹藤子悲痛的人感到震惊。那幅她在丈夫的葬礼上失控哭泣的画面，几乎因痛苦而精疲力竭的形象，仍然深深印在每个人的脑海中。如果这些指控属实，那么藤子的演技确实值得一个奥斯卡奖。此外，人们感到困惑的是，她究竟具有什么魅力，能让这些年轻人如此热烈地爱她？那么，让我们更多地了解这个名叫藤子的人。为了更好地理解案件的中心人物，我们需要回顾藤子的生活历史。她于1973年出生在三重县，成长在一个不完美的家庭，只有母亲和2个哥哥。一个显著的细节是，3个兄弟姐妹有同一个父亲，但母亲不同，这表明他们的父亲经历了多次失败的婚姻。在单亲家庭的环境中，加上母亲大部分时间都在辛苦工作，导致3个兄弟姐妹缺乏适当的监督和指导。缺乏严格的监督，3个兄弟姐妹都变得叛逆。哥哥后来甚至加入了一个帮派。藤子性格非常倔强，不愿意轻易顺从，因此在高中期间不得不多次转学。令人惊讶的是，藤子充满活力和果断的性格使得他在转到新学校后不到1周，就能在有纪律问题的学生群体中担任领导职务。在高中期间，藤子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学业能力有限，曾梦想成为职业摔跤手。然而19岁时她嫁给了一名帮派成员，生活却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这段婚姻很快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但藤子向往自由和享乐，无法忍受家庭生活和繁琐日常家务的束缚，因此这段初婚很快以离婚告终。凭借青春活力、开朗的个性以及迷人的外表，藤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经历了许多浪漫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遇到并嫁给她的第5任丈夫垃圾之前，她经历了3次婚姻和离婚。所有这些婚姻中，一个奇怪的共同点是，藤子的每位丈夫都是年轻人，刚过20岁。作为爱情领域的老手，藤子最擅长的职业是与朋友们一起饮酒。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用毕生积蓄开了一家小酒吧。他担任酒吧老板，直到遇见那个年轻的花花公子，再次陷入爱情的网中。尽管藤子有着高超的演技，在葬礼上需要悲伤时，他表现得悲伤；在处理事务时冷静，而在面对媒体时则愤怒。实际上，警方一直在悄悄调查他。通过详细调查发现，在结婚的头2年，垃圾和他的妻子之间确实相爱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新鲜感完全消失了。他开始显露出真实的自我，注意到频繁来酒吧喝酒的信三。
这个人是居住在灵鹿市的普通公司职员，他经常光顾藤子的小酒吧喝酒，也见过垃圾。在那年的年初，两人成为了恋人。藤子常常在垃圾不在时把他带回家，沉浸在这段恋情中，害怕被发现，她提出了离婚，但她的丈夫拒绝了。另一方面，为了安慰她的情人，她想出了一个大胆的主意，让垃圾消失。被爱情蒙蔽了双眼，在听到这个疯狂的计划后，信三不仅没有感到害怕，反而果断同意他可以消灭对手。虽然两人精心策划，但一切都通过警方的彻底调查逐步被揭露。首先，警方发现瑞奇的钱包留在了车里，但里面的现金没有被拿走，因此可以推断这不是一起为了钱的犯罪。其次，他们在藤子的酒吧地板上发现了受害者的血迹和少量尿液，还发现了体内的安眠药成分。因此，他们推测瑞奇首先被下药，在酒吧昏迷，然后被勒死，最后被遗弃在面包车里。通过查看酒吧周围的监控视频，警方发现瑞奇在事件发生当天凌晨1点左右进入酒吧。凌晨4点40分，他的银色面包车离开了停车场，驶向瑞奇的家。大约在凌晨5点18分，藤子开车回家，约40分钟后，她拨打了报警电话。藤子声称她的丈夫是自己开车离开的，但这显然是谎言，因为监控摄像头清楚地记录下驾驶座上的人不是瑞奇，而是信三。警方认为此时面包车里载着瑞奇的尸体，并在凌晨5点左右被遗弃在偏僻处。面对大量无可辩驳的证据，藤子无法为自己辩护。根据他的供述，2018年5月13日午夜过后，他像往常一样在酒吧招待顾客，并按计划把房钥匙交给了信三。他打算趁垃圾睡觉时悄悄地消灭她的丈夫，但人算不如天算，事情变得复杂。那天，垃圾很晚才上床睡觉，信三到达时的声音吓了他一跳，以为家里有小偷潜入，他逃跑了，导致本打算在黑暗中袭击的信三失误了。垃圾直奔妻子的小酒吧，告诉他有小偷闯入家中，意图攻击他，然后上楼休息。为了防止事件暴露，藤子给丈夫喝了掺有安眠药的饮料，以让他镇静。垃圾绝对想不到他的妻子想要杀了他，他毫无防备地喝下了饮料，便沉沉入睡。此时，藤子立即打电话叫信三过来，两人用电线勒死了他，然后让信三假装成垃圾，开车把尸体运走。其实，这个案件的情节并不复杂，这只是一起因不忠和离婚失败而导致的悲剧。让人震惊的是，藤子在被捕前展现出的无与伦比的演技，愚弄了所有人。他的行为根本不像一个谋杀者。然而，即使是女演员也会有粗心的时候。在5月底，垃圾的葬礼结束后，他给公公打了一个电话，只说了一句话：别考虑垃圾的财产，赶快放弃他们。这让他的公公感到震惊和愤怒，因为那时距离他儿子去世仅2周，凶手还没有被抓到，但儿媳的第一次电话却是讨论他的财产。有人可能会想，藤子经营的小酒吧会比垃圾有更多的钱，现实却是不同的。在日本，房屋拆除和其他体力工作收入远高于想象，收入通常是办公室工作人员的2倍。此外，在犯罪之前，藤子秘密将丈夫的保险金额从4600万增加到8000万日元，想着反正要让丈夫消失，不如顺便多赚点钱。而且就在垃圾被谋杀后1周，信三公开搬进了藤子的家，他们一起出入，表现出亲密的举动，毫不掩饰。当记者询问他们的关系时，藤子说他们只是普通朋友，那天是因为他身体不适，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所以来他家休息。但这些解释完全没有说服力。在藤子被逮捕后，他的儿子在媒体采访中说，在垃圾的葬礼上，我感觉我母亲在演戏。那个人这么快就搬进了房子，为什么这么急？2018年7月24日，
正好在可怕案件发生2个月后，警方逮捕了藤子和信藏。面对一系列无法反驳的证据，他们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所犯下的所有罪行。看似故事已经结束，但在这次逮捕后仅仅3周，意外的发展发生了。警方逮捕了第3人伊兹，69岁，藤子的亲生母亲。他被怀疑是谋杀的同谋。然而，由于缺乏实质证据以提起指控，伊兹最终没有受到刑事起诉。本案的审判于2019年5月19日正式开始。在法庭那庄严而肃穆的环境中，曾经誓言深深爱着对方，以至于犯下可怕罪行的藤子和信藏，如今互相指责，以试图减轻自己的罪责。信藏面露苦涩，宣称自己是因为相信藤子真的爱他而采取行动。根据他的证词，藤子曾想与垃圾离婚，和他在一起，但未能成功。正是因为这种深厚的爱，他才愿意参与谋杀计划。但现在，坐在被告席上的他完全觉醒，声称他们之间从未有过真正的爱，他只是藤子的欺骗和操控的无辜受害者。经过漫长的审判过程，在同年的7月30日，最终判决被宣告。藤子46岁，判处17年监禁，而新30岁，判处14年监禁。因此，一个爱情故事变成了悲剧，一场血腥的戏剧正是以法律的严厉判决结束。这段充满谎言和罪行的爱情故事如同黑暗喜剧，终于走向了不可避免的结局。下一个案件的主角是费尔法克斯德拉瓦的工程师埃里克·拉罗克，他的妻子金范是一位聪明迷人的越南女性。他们一直被认为是一对幸福而令人钦佩的夫妻，两人都是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优秀校友。他们的爱情故事始于结婚前的2010年。他们有2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金范在事业上稳步上升，而埃里克则对登山和骑自行车等户外活动充满热情。他们在维也纳拥有一套舒适的家，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然而，在2015年7月31日下午6点半，他们的家庭平静突然被打破。金范用惊慌失措的声音拨打了911，急忙报告她刚发现丈夫埃里克在家中无意识地死去。从那通命运的电话开始，表面看似完美的婚姻开始出现裂痕，揭露出令人不安的秘密。埃里克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他去世前，抵达现场的调查人员发现埃里克躺在床上，侧身而卧。致命的子弹是近距离射击的，穿过了卧室的墙壁。子弹 lodge 在相邻房间的儿童连体衣中。警方在这对夫妇的卧室里发现了一把手枪、1颗子弹和沾血的床单。他们还从受害者的家中查获了1台电脑和1部手机，以帮助调查。受害者的妻子金范表示，事件发生前几天，埃里克感到不适。他曾打电话给医生检查，医生说他可能食物中毒。医生建议休息，多喝水和加德乐以恢复体力。到晚上，埃里克的健康有所好转，但到第2天中午，他又开始感到非常不适。埃里克的行为非常奇怪，表现得非常激动。他一直在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于是埃里克和金范去了急诊室。在那里，埃里克接受了检查并补充了液体。在7月29日，埃里克比平时早下班，去陪伴他的父亲和继母。他们正在从佛罗里达开车去纽约的路上，决定停下来几天探望埃里克。在7月30日的晚上，埃里克和他的妻子金范享受了一顿温馨的晚餐。大约晚上8点30分，他们的2个孩子上床睡觉。按照日常习惯，埃里克大约在晚上10点上床睡觉。与此同时，金范在10点后上床，但并没有立刻入睡。他通常有熬夜到接近午夜的习惯，阅读书籍或在亚马逊 Prime 上看几集剧。第2天早上，2015年7月31日，金范在早上6点醒来。他注意到埃里克比平时早起了大约1个小时，这并不奇怪，因为他常常在厨房里看报纸。
或者在吃早餐时查看个人文件。然而那天早上，当金准备起床时，埃里克说他感觉不舒服，决定再回床上休息。当她在早上7点30分左右离开家时，金确认她的丈夫仍然躺在床上。金姆在早上8点左右到达芬德妹公司的办公室。在一天的工作中，他忙于办公室事务，并与同事参加了几场连续的会议。他在午餐期间短暂离开办公室，走到 Worldgate Challenger 的 Panera Bread。他在那里买了食物带回办公室，而不是在现场吃。在那天早上，金姆发消息询问埃里克的健康状况，但没有收到回复。不过，这并没有让他太担心或感到意外。在他看来，埃里克可能没有看到消息，或者他只是想休息，不想被打扰。通常，这对夫妇在工作日并不经常交流信息。金姆记得，上次埃里克生病时，他整天躺床上，只在下午3点回复了他。根据他们的日常安排，当金姆上班时，他的姐姐会留在家里照看孩子。他姐姐的家庭与金姆和埃里克的家庭同住3年，形成了强大的家庭支持系统。在7月31日的早上，金姆的姐姐发短信报告埃里克还没有离开卧室，并想确认他是否需要吃的东西。金姆指示他的姐姐检查埃里克是否没事，并建议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为他准备衣服。1个小时过去了，姐姐再次联系金姆，告知他尽管尝试联系，仍未收到埃里克的回复。金的姐姐在上午11点发消息说，他们将在大约半小时后吃午饭。当时钟敲响下午1点，金的姐姐再次联系，强调埃里克仍然没有回应任何沟通尝试，这让人们非常担忧他的状况。那天下午，尽管对埃里克的状况并不太担心，金法母仍计划比平常早回家照顾丈夫和孩子。然而，繁忙的工作和延长的会议阻止了他实施这个计划。在办公室的整个时间里，金仍安慰自己，埃里克只是需要更多的休息，睡眠会帮助他恢复。当他终于回到家时，金走进客厅，看到他的姐夫在和孩子们玩。金以正常的语气问姐夫，埃里克是否已经醒来。姐夫回答说，整天他都没有看到埃里克出现或离开卧室，除非他在姐夫不注意的时候下楼了。带着一丝担忧，金决定上楼去卧室查看丈夫的情况。她一打开门，就注意到有些不对劲。门撞上了一个打开的抽屉，这个抽屉的位置完全不正常。再向房间里走几步，金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衣物散落一地，仿佛有人翻找房间寻找什么。当金姆的目光落在埃里克躺在床上的上半身时，他认出了床单上扩散的血迹，瞬间感到一阵寒意从脊背袭来。虽然并不完全意识到埃里克已经死去，但金姆知道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事情。他没有叫他的名字或试图叫醒他，脑海中闪过的前2个念头是要阻止孩子们进入这个房间，并且需要立即呼救。金姆立刻后退，关上门，大声拨打911。他的姐夫非常惊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金姆去厨房拿电话，但拿起电话时发现电话无法使用。他听到了自己的声音，第一反应是让自己冷静下来，我不能这样用电话。然后他意识到电话线没有插好，他花了大约2分钟来修好它，然后他把它插回去，得到了信号。这是他家人仍然经常使用的座机。他的家人限制使用手机，因为他们认为手机信号对健康不好。金姆说，这对夫妇拥有一把枪，他以前从未拥有过枪，也从未接触或开过枪。然而，在春天，他们买了它，因为埃里克想要一些自我保护的东西。当他们搬到这所房子里时，虽然金犯对枪不太舒服，但她同意了丈夫的意见。他们计划参加安全培训课程。金范相信似乎有人进入了房间，可能是在寻找现金或珠宝等贵重物品。这对夫妻在家里没有保留很多贵重物品，仅有一些现金、礼品卡和少量时尚珠宝。他拥有一台笔记本电脑、
一台 iPad 和一部手机。当被问及得知埃里克被枪击时的想法，金范说：“我想是我们买的那把手枪。我在想他是否是自己做的，但我没觉得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这样做了。”在丈夫去世后的13天，金范把她的 Facebook 头像换成了带有丈夫姓名首字母的徽章，上面写着"永远在我们心中"。双方的朋友和亲戚都表达了哀悼，缅怀埃里克，并表示愿意帮助这位悲伤的越南女性。金范还同意让亲戚为他的2个孩子筹集超过$12,500，建立一个奖学金基金的筹款页面。埃里克的死于2015年8月10日被确认是他杀。在接下来的10个月里，埃里克的死仍然是个谜，警方没有公布任何嫌疑人的名字。根据一些消息来源，警方得知埃里克在2014年开始了一段婚外情。6个月前，金范发现了丈夫的背叛，心碎不已。这对夫妻在一起15年，结婚前等了7年，并共同克服了许多挑战。直到埃里克遇到了一个名叫贾斯汀的女人，金范爱着埃里克，但他却在他心中插了一刀，他毁掉了一切。埃里克和金范的婚姻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警方继续揭开另一个秘密，而这个秘密属于金范。警方透露，金范与一位男性同事之间有一系列相当亲密的消息，讨论他们的婚姻问题，还有一些消息使用了暗语，暗示性行为和身体部位。当夫妻关系变得紧张时，埃里克不在卧室睡觉，而是经常在客厅的沙发上或地下室睡觉，甚至金范也有几晚睡在沙发上。经过10个月的调查，2016年3月，警方意外地宣布逮捕金范，认定他是开枪射击丈夫的嫌疑人。他在离开佩妮梅公司时被逮捕，随后被拘留在费尔法克斯县成人拘留中心。起初他被拒绝保释，但在一起1级谋杀案中，这种做法非常不寻常。尽管检察官反对，法官还是将保释金定为$25万。警方在听证会上指出，房内有4名成年人和2名儿童，房子几乎每天24小时都有人的存在，而其中一个成年人是在房子里去世的。埃里克的尸体附近没有枪，所以他不可能是自杀，然后枪就消失了，一定是有人移动了枪，或者是其他人开了枪。没有破碎的窗户或门锁，所以有人有权进入房子。而那个人并不是包括金家、他的姐妹和姐夫在内的3名成年人之一。那个人是什么时候对埃里克采取行动的？当金家早上离开时，埃里克还躺在床上，活着。与此同时，他的姐妹、姐夫和孩子们整天都在房子里。金家锁上了前门，这是进入房子的唯一方式。如果有人进入，为什么他们会直接去埃里克和他妻子的卧室，而不注意其他任何地方？他们是如何绕过金家姐妹的？与此同时，警方也提出了一个情景：如果有人闯入房子盗窃财物，翻遍一切却什么都没找到，只有一个人安静地躺在床上，那个人对他们没有威胁，他们会对一个无害的睡觉的人采取行动吗？这根本没有道理。最终，经过多天的彻底调查，警方得出结论，所有证据指向一个嫌疑人金范。根据他们的假设，这起令人心碎的案件背后的动机是他想逃离婚姻，想要自由与他一直秘密交流的同事在一起。这段关系被指称为秘密的婚外情。面对调查人员关于这一假设的一系列严厉质问，金范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关于对埃里克生气，我真的很久没有生气了。起初，我曾想过他怎么会这样对我。我不敢和任何人分享这些事情。我在妻子的角色中感到羞愧，但我已经克服了这些感觉。我曾与朋友分享，找到了内心的平静。然而，调查人员依然坚定地认为，金范心中仍然潜藏着深深的未解仇恨。尽管表面上他看起来坚强，克服了痛苦，但内心的创伤并未真正愈合。他们相信，持续的痛苦不断困扰着他的心灵，
逐渐削弱了他的判断力，促使他采取极端行动。在长达4个多小时的审讯中，让侦探们对金范更加怀疑的是，她对丈夫的死似乎毫无情感。她没有流下一滴泪。他们不相信金范会有如此不同的反应，尽管他们见过许多人在案件调查中的不同表现，但最终失去亲人的悲痛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墙。在为期9天的审判中，检察官形容金范是一个厌恶丈夫并想要除掉他的女人，因为她迷恋上了同事。检察官试图建立针对金范的间接证据。费尔法克斯县副检察官表示，金范有机会在她报告丈夫死亡的前一晚杀了埃里克。那晚，和他们同住的亲属去了赌场。金范和她的丈夫以及2个孩子独自在家。当她的孩子们在隔壁房间睡觉时，检察官指控金范上楼到卧室，朝丈夫的后脑开枪，然后他拉出抽屉，制造成抢劫的假象。埃里克在床上睡觉时被执行死刑，这本该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费尔法克斯县副检察官在总结陈词中说道。第2天早上，金范告诉他的姐姐，埃里克很累，在房间里休息，然后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工作了一整天。这就是为什么金范的亲戚在7月31日时没有听到任何枪声。当局确定埃里克是被一把40口径的手枪射击的。警方在埃里克的家庭卧室的一个柜子里找到了一个37口径的手枪，但谋杀武器从未被找到。检察官告诉陪审团，埃里克在事件发生前向金范的兄弟借了一把40口径的手枪。金范的兄弟在法庭上作证说，手枪没有归还给他，而且他不知道手枪在哪里。这把手枪和埃里克的手机是警方在事件后确定失踪的唯一物品。为了证明他们的论点，检察官继续披露信息。在7月31日早上，如果埃里克还活着，他一定不会忘记回电话。此外，检察官还表示，侦探们从未找到名为贾斯廷的女性，据称埃里克与她有过不正当关系，他们对她的存在表示怀疑。就他而言，金范从未改变对自己清白的立场。他完全同意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被警方仔细审问近5个小时。即使侦探明确告诉他他们相信他是凶手，他也没有试图逃避。在整个审问过程中，侦探没有发现他的任何失误。当金范的律师彼得·格林斯潘要求他直视陪审员的眼睛，问他是否参与了丈夫的谋杀时，他只是回答说，我没有。他的律师表示，金范是一位越南女性，记录非常干净，除了超速罚单没有更严重的记录。如果金范是嫌疑人，实际上没有明确的动机让他去做这件事。他拥有金融硕士学位，年收入超过12万美元。他没有债务，也没有涉及毒品或其他问题。他说，州方没有证据可以定罪金范，除了说，法官，这是一件严重的案件，我们认为他做了这件事，根本没有证据。格林斯潘律师在法庭上说。关于与同事的关系，金范表示，在埃里克透露他与另一名女性有染后，他接近了这个男人。然而，金范和这个男人都证实，关系并没有发展到超出几次亲吻的程度。格林斯潘律师在法庭上表示，辩方可以证明他与那个男人没有亲密关系。格林斯潘在法庭文件中提到，该男子参与了与金家族的电话诱捕，他将成为控方的重要证人。关于夫妻关系，他和埃里克在弗吉尼亚的一个地方叫冰球屋进行了交谈。他克服了所有个人情感，原谅了埃里克。他们试图重新开始，情况进展得很顺利。他仍然很快乐，希望他能为孩子们留下。孩子们应该有父亲，无论父母是否完美。律师格林斯潘在法庭上表示，他继续生活的方式证明了他的无辜。他积极配合警方的调查，继续抚养孩子，并允许丈夫的家人定期探望孩子。经过9天的审判和1天半的审议，有时陪审员不得不向法官喊出，他们觉得陷入僵局，无法达成决定。关于埃里克于2015年7月31日下午6点34分死亡的电话，
是在提交给费尔法克斯县陪审团的矛盾故事中少数达成共识的点之一。这使得一个问题变得非常难以回答：金家族究竟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谋杀者，还是法律噩梦的受害者？最后，在2017年6月30日，金家族审判的裁决被宣布，他被判无罪。审判以金家无罪的裁决结束。这或许不是玛丽露·埃里克的母亲所预期的。玛丽露曾是拉斯维加斯的一位著名教师，她用全部的爱精心抚养了埃里克。埃里克的整个家庭在法庭上默默坐着，听到裁决时震惊不已。金家在听到法庭裁决后并没有表现出太多情绪，但他的一个亲戚笑得非常灿烂。律师表示，金家和他的家人非常高兴，他们对陪审团表示感激，感谢他们关注法律并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如果金家被定罪，他将面临终身监禁。因此，法庭的最终裁决为越南女性金家恢复了自由。那么，真正对埃里克采取行动的人是谁呢？这个秘密可能会和受害者的死亡一起永远埋藏。这就是我们今天的2个案件。感谢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